离婚原因？出轨。出轨。谁出轨？我比他强点儿，我同时出轨2个。想好了吗？你扔垃圾还用想？你看到了，他脾气又大，态度又差，关键嫉妒心还强。离，现在就离。有孩子了吗？没有。有需要分割的财产吗？没有。签个字吧。老婆，他后悔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了，你该不会还以为我对你余情未了吧？都是1000年的狐狸，玩什么聊斋啊？你们的离婚证已经办好了。哎呀，这离婚证不是绿色的。你帽子是绿的就行。好久不见啊！我的可没你的绿，我说的对吗，四妹？少了个老公，又多了个哥哥，这笔账怎么算都不亏，是吧，四哥？以后还要多多关照啊，四哥。四妹放心，老婆哪有妹妹亲？四哥，恭喜你脱离苦海。温四小姐，也恭喜你恢复单身。我认识你吗？我很早之前就认识你。哦，我说的不是现在，是结婚之前。你不是越州人吧？四小姐，她就是热搜上那个被顾四少养在外面的双胞胎姐姐。哦，原来是小三姐气上门啊！哪儿的人不知道温四小姐的名声呀？看来你只是听说过。四哥，他敢打我！文倩，你知不知道我是四哥的人？还想深入了解吗？不想了，一看就是垃圾捡惯了，随便套件王国的龙袍，就真以为自己能随时登基。抱歉了，四哥，把你的人打成这样。四妹的手不疼就行。我借花献佛，祝你单身快乐。四妹客气了，这个不懂事，家里面还有个一模一样的，改天介绍你认识。好啊。谁让你来的？外面的人都说他在给你戴绿帽子，我想帮你打抱不平。离婚前，温庆是我老婆；离婚后，她也是我前妻。我跟她闹叫家事，你算什么东西，敢来管我的家事？利用你之前，我明码标价说得很清楚。你利用我，连声招呼都不打。你是觉得身家比我多，还是比我更会玩？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你今天赶上他心情好，下次再让他看见你丢的未必只是脸。本台最新报道：顾晨林先生与温庆小姐已于今日离婚。目前，顾先生出轨一对双胞胎，从数量上完败温四小姐，令其成为整个越州的笑话。四小姐，您这么生气，这不正中了顾老四的下怀吗？他敢叫人写你连戴帽子都戴不过他，就敢写你为他争风吃醋，藕断丝连。我没他不要脸。您曾经说过，输赢不重要，赢到最后才重要。过去的都过去了，别把情绪带回家，毕竟比起让外人看笑话，让自家人看才更好笑。也是。1年前，顾文两家在遂宁山庄奠基仪式上宣布占45%的股份，剩下的10%，一开始说是公家的，其实却是顾晨林开的皮包公司，股份所有人叫蔡元义。我为山庄搭上了全部的嫁妆、心血，到头来却被顾晨林这只老狐狸狠狠地算计了一笔。那您的意思是，这剩下10%的股份，我势在必得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先回趟家，拿上股份转让合同。
哟，这不是刚刚当着满城名流面把我们温家脸都丢尽了的四姐吗？你还真有脸回来啊！怎么跟你四姐说话呢？我说错了吗？她一个人闹离婚，我们整个温家跟着丢脸。起来，这是爸的座位。你还好意思提我爸？我爸要是有个3长2短，也是被你给气死的。哎呦，给妈看看！你竟然敢打我！爸可说过了，温家人不打温家人。阿庆，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吧？阿瑶再不懂事，还有我这个当妈的教训。你爸不在家，你就这么欺负我们娘俩吗？温爷，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才没有叫人打断他的腿。明知道爸最近不舒服在住院，还一口一个3长2短，一口一个死。咒我可以，咒爸不行，我不喜欢听。你少拿爸压我！你如果不姓温，敢这么跟我说话吗？你给我等着！四小姐，蔡元义的下落查到了。来得正好，我说过，遂宁山庄剩下10%的股份我要了。巧了，我也想要。那就比一比，到底是哪把刀先落下来吧。我真是服了你们2位祖宗了！为了躲你们，我自己的豪车都不敢开，坐出租车，结果还是被你们逮到了。少说废话，跟我走。四妹，做人要讲个先来后到吧。我是来邀请蔡总参加我的生日宴的。巧了，我也是。不过你别忘了，我跟你是同一天生日。蔡总，走吧。你敢走一个试试？温庆，你随随便便想要从我面前带走我想要的人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转过去。今天要么我把人带走，要么谁也别走。好啊，文庆，算你狠。多谢四哥夸奖。这回来参加你的生日宴，赶上这么大场面，怎么，这算你的前妻留给你的生日礼物吗？这样吧，你叫我一声哥，我送你回去。你有病吧？不叫我可走了啊！某些人这手机被扔了，只能走路回去，100多公里的路可不好走啊，脚恐怕都得走秃噜皮。哥，哎，上车，我先送你，然后亲自帮你将人抢回来。你未免也太小看我这位前妻了。四小姐，我真不是故意和四爷合起伙来骗你的，我就是怕顾家，我真没想跑啊。蔡叔，不用紧张，想跟顾家合作也正常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知道自己该找谁。但今天的事，我希望是最后一次，不要朝三暮四。四小姐，谢谢您理解体贴，以后还要请您多多关照。这会儿怕不是他们连股份转让书都签完了。干得漂亮，抢就抢了吧。况且温庆也不会觉得这是抢，顶多算拿回他自己的东西。你说他打小就不好惹，你没事惹他干嘛？今天温庆25岁生日，我还给他准备了生日礼物。几点了还不来啊？阿庆，客人都到半天了，你怎么才来啊？阿庆呐，别怪我多说2句。今天这么多长辈为你捧场，你不说早到吧，还来得这么晚，确实有点说不过去。
理解一下，毕竟阿沁昨天刚离婚，就是怕她伤心，所以才过来热闹热闹。顾晨林今天过生日，我都没去，他那边戏都开演半天了，我这边主人都没看到，茶水喝了一肚子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让大家久等了。我刚刚去接了位朋友，路上耽搁了一会儿。什么重要人物啊？要这么多宾客等你，你还得亲自去接。阿沁，说句你不爱听的，今天能出现在这儿的人，你都得感恩。你知道去顾晨林生日宴的人都怎么说吗？说我们不来，怕你哭。我是去接的蔡元义。意外老板，拥有遂宁山庄10%股份的那位，在哪儿呢？没看见他呀。我说四姐，你不会是为了面子在这吹牛皮的吧？哎呀，实在对不住，路上耽搁了点时间，差点错过了四小姐的庆生。无妨，你来的刚刚好。我怎么听说这蔡元义是顾先生的人，怎么会来参加四小姐的生日宴？我这回来，除了给四小姐庆生之外，还准备宣布一件大事。我决定将我名下的遂宁山庄10%的股份转让给四小姐。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四姐现在拥有了遂宁山庄55%的股份，成了遂宁山庄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大股东。阿沁，恭喜你赢了。周叔客气，以后多合作。哟，这不是明州最隆重的舞狮吗？本该我们给四小姐送礼，没想到四小姐还给了咱们一份惊喜啊！四小姐既有黑狮英姿雄风，又有白狮气质脱俗。今天这场舞狮啊，看到的都是赚到。是啊，是啊。你点的。妈妈是一个绿头母狮吧？四姐，你的生日礼物好特别啊！四小姐，这真不是我准备的。除了我那位前夫，应该没有人敢在我生日会上送我绿头狮了吧？顾晨林。四姐，你这刚扳回一局，前姐夫就给你送了一个绿头狮，这脸又被打回去了。妹妹我呀，可真是心疼你呀。那我真是谢谢五妹了。去给师傅们封个大红包，请大家喝糖水。文清，说吧，这玩的哪一出啊？怎么，后悔跟我离婚？没错，我是后悔，后悔离婚证写的不是丧女。你这可有点不讲良心了。我这么费尽心思给你准备生日礼物，不喜欢？放手！那我要是不放呢？那我就免费送你一个整形套餐。你也知道要脸，当初绿我的时候想什么去了？你3个月前就打算给我戴绿帽子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从1年前就为离婚铺路搭桥，想怎么离？给我戴绿帽子，让我成为全越州的笑柄。到底是谁想要谁成为笑柄？1年前是哪个王八蛋亲口承诺告诉我遂宁山庄一人一半？是谁一开始就没打算按规矩办事？是谁靠着政府头衔安插在项目里？是谁一直把别人当傻子一样耍得团团转？来啊，打我呀，老婆。别叫我老婆，叫我四妹。好，四妹，项目一人一半是我答应的。我当时要是不答应，你想嫁给我二哥还是三哥？至于谁把谁当傻子，你是不是结婚太久了，忘了我们为什么结的婚？我
我当然不会忘了。当初我们温家就是为了拿下一块寸土寸金的地，才选择跟你合作。放手！你想怎样就怎样。你以为你还是我老婆啊？有种你一辈子别放手！这是在跟我表白啊？结婚的时候都没见你说这么肉麻的话。你真不想好聚好散？行，蔡元一的股份我要一半。你做梦！不答应，你前脚出门，我后脚就让媒体发文。温四小姐离婚后与顾晨林关灯密会数小时，温四小姐脸色难看，行色匆匆，疑似求和失败。顾晨林，我在啊。2成5成，3成，5成，见好就收。行。温倩，你对我用刀，你是不是后悔今天晚上没把我撞死？还是后悔我刚刚进门的时候没把我一刀捅死？混到今天这个地位还喊打喊杀，怪不得外面都说你们温家狗肉上不了席。小姐的身，打手的命，跟你爹一样，怎么不继续了？婚离了，蔡元一是我的，我们之间结束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送你的离婚礼物，祝我们离婚快乐。哟，你们这2口子动静都挺大呀！瞧瞧，这都出血了，我这有止血贴，贴上。你来干什么呀？这不是怕你晚上睡不着吗？喝点。温沁送的，他送你一顶绿帽子，一只绿王八。切！某些人竟然还吃得下早饭。我看见顾晨林身边的人跟叶城商会的人在一起。我听说呀，好像是叶城要建一个什么商业疗养院。我当初也听说过叶城可能要搞商业医疗，但这种项目国内做的人很少，投资大，风险高，这才跟顾晨林一拍即合，准备啃下这块硬骨头。这个项目在国内关注度很高，如果试验成功的话，它会是下一个大饼。四姐，照目前这个情况来看，你就算是拿到了山庄的全部掌控权，又能怎么样？咱前姐夫毕竟也是明州老牌豪门，而咱们家只是新贵。对对对，胳膊肘啊，可拧不过大腿呀！忙活了大半天，只要姐夫想要跟我们争，这叶城的项目就没有我们家的份儿。那我们之前投入的那些大量的投资、人力、物力，都全部打水漂了。你们到底想说什么？四姐，要不你把你遂宁山庄55%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我吧？那这样一来啊，兴许啊，顾四少就不会因为离婚跟我们温家过不去，让我们参与项目分一杯羹啊！好主意。还有什么要求啊？还有你公司总经理的身份也让给我吧。还有你名下那些全部的豪车豪宅，全部都送给我，那就最好了。四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想让你们清醒清醒，天还没黑呢，做什么白日梦？我警告你们，收起你们不该有的心思，否则谁要是伸手，我不介意连他们一起收拾。你就敢在这儿跟我们横，有本事跟顾晨瑶斗去啊！我正有此意。来 ，Miss You， 我给你办单身聚会。单身聚会，你还有没有点正事儿？是你还有没有点正事儿？现在什么最重要？脸面。
奶奶的，你能咽得下这口气，我咽不下。生日宴给你送绿帽子舞狮，谁能禽兽得过顾晨灵啊？听说还在叶城的项目上给你使绊子。这事你也知道，他对你不仁，都离婚了，你凭什么为他守身如玉的？说的有道理。你确定你给我找的都是最好的帅哥？不然我会翻脸。姐妹儿，你可以质疑我的性别，但你不能质疑我的审美。今天能来的就俩条件：单身，够帅。怎么，你就一个没看得顺眼的？顺眼的倒是没看见，倒是来了个晦气玩意。谁让他进来的？就为单身够帅这4个字，他也得过来凑个热闹。我看不止吧，他肯定是来砸场子的。不信你看，你赶紧挑一个吧，输人不输阵啊！不知道的以为这单身聚会是给他办的，其他人都蔫了，光让他一个人出风，就拿他当猴，当男公关。换个思路看，也不是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他想演，我还不想给他搭戏台呢，欺负人欺负到家门口了。顾晨灵确实有点欺人太甚。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。贾诗言，我记得这个贾时言当初追过你吧？他当时在咱们班门口唱的也是这首歌。你说这岁月怎么没在他脸上留下点痕迹呢？就他这张脸，就算不姓温，也能一辈子衣食无忧了吧？心动不如行动。他现在家道中落，你有跑车豪宅，一拍即合。他唱这首歌出场，你不会以为他奔我来的吧？10年前，我给一个女孩唱过这首歌，是想告诉她我喜欢她。现在我给大家唱这首歌，是想告诉她我回来了。我的心跟10年前相比，只多不少。我想你了。怎么下午才回来就紧锣密鼓的登台？行程安排的够紧的，在叶城遇到困难了。只要这个世界还有女人，就轮不到我有困难。哦，对了，我为你前妻回来的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以前朋友妻不可为，现在好了，没说前妻也要客气吧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跟温庆结了10多年婚，他没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是忙着给干妈庆50岁大寿，就是接送小女友，也没见你有多客气啊。学长，好久不见。阿切，你怎么才来？我好想你，抱抱。哟，咋莫名其妙感觉我哥们儿头顶上冒绿光了？等下有没有空，一起去吃宵夜？好啊，我现在就有。温庆，刚离婚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找新人了？这还不是跟你学的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生活想要过得去，难免头上带点绿。于灵生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我看你才是真正余情未了的人。滚！虽然很煞风景，但我还是想问一句，你是因为我才走的吗？那我现在去他的车上。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爱开玩笑。阿倩，我能抱抱你吗？这是见面礼，我还有更多。你要吗？你给我什么我都喜欢。我可不信一个花花公子会对我一往情深。有话直说，找我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好吧，那我就不绕圈子。叶城南岭开发区那片地很大，一部分做保税区，另一部分做商业养老院。条件？
我说了我喜欢你，你又不信。1年前顾晨林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那他好歹还拥有过1年吧？遂宁山庄8个月，你有吗？我没有。你不是在医院吗？怎么回来了？这还用说？爸是听说了你在生日宴上当众受屈辱，给温家丢尽了脸，专程回来收拾你这个养女的。温瑶，说话要注意分寸。爸，我又没有胡说。现在整个越州谁不知道他温庆的亲生父亲是温长义，而温长义被仇家追杀致死。作为亲兄弟的您收养了他们这对孤儿寡母，而他这个拖油瓶怎么能跟我为这个亲生女儿比呢？混账！爸，你怎么能因为他一个养女儿打我这个亲生女儿呢？养女怎么？庆儿含了我20年爸，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胜似亲父女，甚至比你这个亲生女儿都亲。你有什么资格在他面前指手画脚？爸明天还得去住院，这次特地回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你想做的，爸全力支持你，放心做。出了什么事儿，爸给你担着。爸，哎，不是我说你一个千金大小姐，放着顶级营养品不吃，大早上的跑去喝粥啊？毕竟从小喝到大嘛。人呢？你们去那边。顾晨林，你小点声。你最好给我个解释。你每周末固定去金鹤，想追杀你还需要选日子吗？这么关注我的私下行程，真是废物！这么多人都没有伤到你，弄这么一出路见不平，就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吗？我想弄你，还需要遮遮掩掩吗？也是，如果是你找的人，你也不会提醒我，你在担心我。我担心你死不了。文清，承认在意我很难吗？这算不算是投怀送抱啊？我抱你祖宗！哎，别挣扎了，再挣扎，那里也是软的。你属狗的？你这么爱幻想，你不如想想你以后死了之后，我会不会给你烧纸钱？如果真有那一天，我一定拉你当垫背。明天去邺城南岭竞标会，我拿到2张邀请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新男朋友等着我呢，失陪了。谢了，辛苦你亲自开车送我到邺城。为你做事，做什么都不辛苦，苦果亦是果，不甜但解渴。现在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酒店。那我跟你走。我在邺城又没有家。你不会是想说要跟我住在一起吧？我可是在某人的电话里听说，我是她男朋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新男朋友等着我呢，失陪了。我们这种关系如果不住在一起，顾晨林不会怀疑吗？我们什么关系？你只是我众多追求者之一。我们之间不是聊这种话题的关系。你现在该操心的是怎么在这场合作中赚到更多的钱，而不是把心思放在我身上。好吧，学妹。
四哥当街被砍这么大的事儿，顾家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原来是叶城有比命更重要的事。我还以为你今天带男朋友来呢。你找他有事啊？我把他手机号给你。不用，我跟他老同学了，早就有号码了。哟，这么巧。四哥，下次小心一点，不然伤到的就不只是手了。是啊，肩膀上还有牙印呢。我刚去洗手间，你怎么没等我？我倒是想进去找你，但我怕里面的人不让。难道这两个人真的搞在一起了？刚刚里面就我自己啊！哎，没吃早饭，想吐。那就吃个柠檬压压，别酸死了。哟，这不是之前靠傍50多岁的老富婆，2天净赚8000万的贾先生吗？这么关注我干嘛？想追我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有洁癖，不像你。徐峥言，你这是在指桑骂槐呀？这是谁呀？竟然敢跟温小姐这么说话？这是叶城商会会长的秘书，更是明州老牌富商徐柏松徐老的孙女，真正的明州顶级名媛。温小姐想多了，我只是看不惯某些人打着爱情的幌子，对前夫唯利是图圈钱的下作行为。又不是吃不起饭，何必发着卖身材呢？你在这吃哪门子的醋啊？我就算是图财害命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替他打抱不平了？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呀，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就和陈琳谈过恋爱，按照辈分，你应该叫我前辈或者是姐姐。按照辈分，你应该叫我前辈，或者是姐姐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是谁在国外的时候死皮赖脸的缠着顾老四，像贴狗皮膏药一样，谈2个月就被甩，还闹跳楼自杀。就这，这么泼妇呀！没弄你身上吧？陈琳，你去哪儿？我就是看不惯温清那副又当又立的样子。他在你这吃干抹净才几天，这就带着贾世言招摇逛市，摆明了打你的脸。那你也不该说他，我们俩的事跟你从来就没有关系。你是怕温清知道我跟你谈过恋爱这件事儿？你喜欢他？之前你们不是商业联姻吗？你真的喜欢上他了？你知道什么叫界限吗？我不喜欢别人未经我允许擅自替我做主。你信贾世言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我这不刚接了你的电话就过来了吗？怎么回事？遭人暗算了吧？一句话不说上来就打，我能再见到你，全是我命大。你得罪过谁？我能得罪谁？是个人我就跑，不会是顾晨林吧？查一下，是谁叫人打的贾世言？怎么，你要给我报仇啊？谁动你，我动谁。打你的人是许峥莹找的。算了，让你给我报仇也是跟你开玩笑。再怎么说，徐峥莹也是郑海龙的干女儿。动你就是动我，你算我不会算。
也是，打狗还得看主人。唉，我胳膊抬不起来，就不敲心口表忠心了。你别乱动了，说正事。项目的事情呢，你不用操心，我们还有别人。许峥银虽然是郑海龙的干女儿，但也亲不过郑海龙的亲外甥陈欢。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这个人？陈欢这个人人品不怎么样，我怕你跟他打交道吃亏。你去找个酒店，请许峥银来喝几天茶，不用动手，但在我拿到南陵邀请函之前，谁都不能找到他。我们来邺城这么久了，连领导的袖子都没有摸到。许峥银要是跟他干爹吹吹耳边风，对我们没有好处。但刚刚贾世言提到一个人，郑海龙的外甥陈欢。果然，我这位前妻还是忍不住先动手了。温四小姐，我是陈欢，今晚有事吗？见个面啊。好啊。温小姐，久仰大名啊，请坐。陈先生，幸会。温小姐坐那么远干什么？我又不吃人，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找你。我私心是为了南陵，如果有其他要求的话，也可以。毕竟认识了陈先生。你别谦虚了，现在商业医疗做的最好的就是你和顾家，顾晨灵就在邺城，温小姐还是要早做打算的。您开个价。我舅舅的秘书，干女儿许峥银，她失踪的事儿背地里都在传是你绑的，搞得我即使想为你引荐，怕我舅舅不愿见你。不过我跟我舅舅说一声，你是我女朋友的话，这事儿也不难啊。哎，你陪我一晚。你陪我一晚？谈生意又不是谈恋爱，合不合作就一句话的事儿，用不着一晚上这么麻烦。温小姐做遂宁山庄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跟顾晨灵说的吧？怎么现在有了底气，开始卖艺不卖身了？你居然敢打我！老虎的大腿，不是谁想摸就能摸。你还真敢拿自己跟顾晨灵比？顾晨灵好歹有张脸，你连他的一根汗毛都不及。去给我把人抓回来！我要搞死文清！你派人带走了贾世言。就因为你前妻抓走了许峥银，想哪儿去了？是因为他背地里帮人牵南岭的线，帮温沁。他们估计还不知道，这次南岭不打算对外招标，打算走邀请，一共就5个名额，其中3家已经内定，你是其中一个。另外再从这5家中找一家合作，温沁再怎么折腾也比不过你。所以你到底是讨厌贾世言，还是讨厌你前妻啊？我讨厌自作聪明的人。我听说温沁最近跟郑海龙的亲外甥走得很近。温沁做事狠厉，他肯定是想以身入局，借陈欢敲打郑海龙，逼郑海龙把邀请函给他。你就不怕他再次压你一头啊？我现在什么都不用做，等陈欢把事情闹大之后，我搭个顺风车见见郑海龙。你也别说温沁狠，你俩一丘之貉。郑海龙现在闭门谢客，谁也不见。你要想让他主动见你，除非陈欢把事情闹到没有转圜的余地。但陈欢要这么做的话，除非是你做了什么让他六亲不认的事情。扒光扔在仓库了，谁知道他这么孬，我还故意在外面招摇好几天，他这都不找我茬。
我现在总不能跟他打电话说，你不光脸不行，浑身上下露出来的地方都不行吧？你认真的？是个男人都不会忍这种事儿，也不会主动对外说你对他做过什么。你现在对他做什么，也只有你知、我知、他知，所以外人看起来是他主动找你茬，是他咄咄逼人，而你全程逼不得已。你可真够损的。哎，对了，我那天忘记说了，你这人吧，不光脸不行，浑身上下露出来的地方都不行。陈欢约我今晚广德阁见面，还喊话谁不去谁孙子。说好1对1的，怂了。3、2、1。我错了，我永远不识泰山，你放我一马。我帮你引荐，你想见谁，我一定帮你。我来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来救你啊，不明显吗？大哥，你是瞎了吗？看不见受伤的是我吗？啊！怎么哪儿都有你掺和？四妹别这么小气嘛，你用陈欢敲打郑海龙，不就是为了南岭郑海龙的项目吗？我也想见郑海龙，你搭台，我还帮你唱戏呢。哎，你觉得我刚才那戏演的怎么样？就算不是雪中送炭，也算是锦上添花吧。贾诗言呢？撬我墙角，我送他离开邺城，算对他不错了。他居然没有要我交出许正吟交换，他弄走了贾诗言，不是因为许正吟。郑海龙约我们见面。今天约2位过来，是想替我的外甥陈欢给2位赔个不是，暂且以茶代酒。郑会长客气了，以您现在的地位，却能为了亲人拉下脸面，跟我们这2个陌生小辈赔礼道歉，陈琳也是佩服至极。顾总夸奖了，之前一直听说2位出身名门，从小受高等教育，明事理懂礼数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！不像那陈欢，净给我惹是生非。郑会长，您记错了，温家呢可不是什么名门，更不懂什么叫做礼数。我爸从小就告诉我，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事儿，只有不能承担的后果。这无论几岁啊，都要自己为自己的行为买单。2位什么意思？直说无妨。陈欢呢，最近一直在找我，非要带我来见你，说要以外孙媳妇儿的身份，把南岭项目交给我做。前妻也是妻，我俩吵吵闹闹的，也不代表随便什么人都能乱喊乱叫。没人教过他，别人的东西乱动，容易玩腐自腐。顾晨林摆明了借机寒碜我。说正事。是，陈欢现在都是他自作自受。我今天不是想为他开脱，我此次约2位过来，第一，作为家长向你们赔礼道歉；第二，作为商会角度，我正是想邀请你们参与南岭的项目，希望2位不会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来影响我们工作上的合作。顾总的意思是，这项目我不要。什么？顾晨林，你又卖哪门子药？用项目了事。比起别人说我要钱不要面子，我更在乎的是我前妻的面子。只要温总开心，一切好商量。该怎么做，不用我教你吧？懂，以后凡是温总出现的地方，陈欢要是再敢骚扰温总，不用你出手，我亲自打断他的双腿，让他丢人也是躺在家里丢。很好。那这南岭内部邀请函，
那我就笑纳了。多谢温四小姐，顾四少给面子。怎么会有2张？郑海龙想保他外甥，却又不想得罪我和顾晨灵，只能给我俩。我答应了，顾晨灵没要。他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我确实不愉快，用项目了事。比起别人说我要钱不要面子，我更在乎的是我前妻的面子。只要温总开心，一切好商量。谁能禽兽得过他？他不仅想要邀请函，他还要郑海龙提心吊胆。我这前脚请许峥莹喝茶，他后脚放走了贾时言，告诉我贾时言安全，却又不提交换条件。他到底想做什么？陈灵，阿银不该动打人的念头，这次事儿是他错了。我就这么一个孙女，你帮我找找他。徐老找错人了。你不愿意帮阿莹，是因为她得罪了温沁吗？是。放眼全明州，有几个敢得罪他的？就算敢，也不会主动去想。只要阿银能平安回来，我跟郑海龙有深交，南岭的项目，我可以让他投票全给你。那我就先谢谢徐老了。至于温庆，只要他开心，其他的事当然就好商量。我记得她有个闺蜜叫梁真真，是个13线不知名的画家，听说今年还办了一场作品拍卖会。去把梁真真的画全部买回来，捧她成为国内1线画家。陈玲，阿银刚跟我通过电话，她说要求我们先放了贾时言才肯回来。不过你放心，不管我在不在许家，许家都会站在你这边。温庆提了要求，就代表心情还不错。好。贾时言出现在机场了，平安就好，让人把钱打到他账户上，放了许峥莹。欺人太甚！顾晨林又带了个新欢招摇过市，居然带去我的店 miss you 了。你先松开拳头，你又不喜欢他，哪来这么大的气？带新欢舞到我面前，生怕你不知道，我是替你生气啊！你可别戴有色眼镜看我俩啊！我们当初结婚是合作伙伴关系，现在也是啊。你见过管合作伙伴找对象的？你这句话是认真的吗？当然了。顾晨林敢把民政局门口那女的带过来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一下。不对，眼角有痣。家里面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，改天介绍你认识。四妹，好巧啊！之前答应过你，要把家里面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带给你看看，见见这位前妻。四哥客气了，不过离婚后你的球怎么打得越来越垃圾？比一场，你跟钱随一组，我们双打。好啊，谁输谁买单。文倩，脚没事吧？没事。
你新女朋友球打得不错啊。嚯，一般人可不好得到你一句夸。技不如人，愿赌服输。今天这单我买了。不过他好，不代表你好。但是他好，代表我赢了你一局。别让我见到那个顾晨林，真想给他一杵子。处他干什么？又不是他让我崴的。那要不是他起的刺儿，你能崴到吗？我认输，输在我自己学艺不精上。我已经找了全国网球冠军教我打球，输赢只是暂时的。想要报仇啊，必须要提升自己。行，你有这觉悟，活该你上进。你说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孙红祖带走了顾晨林的女朋友张石榴，立刻让孙红祖滚过来见我。表姐，好久不见啊，表姐，最近还……表姐，我都是为了你出头，我才去收拾这个妞的。那顾晨林整天带着她招摇过市，我还不是为了你出头吗？得了吧，少拿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来唬我。我还不知道你在外面狐假虎威的，仗着我的名头，在外面胡作非为，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姑娘。要不是钱随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做了多少丑事儿。没有，表姐我告诉你，孙红祖，我温庆本来是不在乎顾晨林，就是因为你这个蠢货操纵，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是我温庆吃醋了，让你去绑人家的女朋友，是我对顾晨林余情未了。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，做人不要自作聪明，被你伤害的女孩该赔偿赔偿，该道歉道歉，擦干净你的屁股再来见我。若是有下次，就不只是给你一脚这么简单了。滚！是，我滚。走吧，送你回家。好，温姐姐。人给你送回来，下次看紧点，别又丢了。今晚的事真的跟温小姐无关，她找到我的时候很生气，姐姐还帮我出气教训了她的表弟。但是脚伤很忌讳剧烈运动，搞不好会留下后遗症的。什么脚伤？应该是上次我们一起打球的时候扭到的。我看他有点站不稳，脚踝还有些肿。我把你送过去照顾他。啊，我不去。为什么？顾先生，我想回江城了，不能再继续留在您身边了。为什么突然这么想？谢谢你当年对我们家的帮助，让我们姐妹假扮你的女朋友，让庆姐姐吃醋。可是我觉得你越这样，庆姐姐就会被你推得越远。我又不喜欢他。不喜欢？那你为什么会在乎庆姐姐的脚伤，还要让我去照顾她？你明明心里就很在乎她，心疼她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啊？爱一个人不是要藏在心里，而是要大胆的告诉他。你给我闭嘴！顾先生，反正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我也不怕得罪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姐妹不会再出现在您身边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继续找替代品，但是后果你得自负。难道我真的错了？事情都解决了？不过我在回来的路上收到了2份邀请函，是于林生的新公司开业，他不光邀请了我，还邀请了作为前女友的你。不想去我替你回。去。
分开4年的前男友突然高调回国开设计公司，他敢邀请我们，我们当然要让他好看。他要是哪天驾崩了，我就把皇冠也带上。你笑什么？顾晨林要是哪天嗝屁了，你肯定也找全民州的乐队去他坟头蹦迪。我喜欢传统的，我会找全民州的舞狮队给他抬棺表演。哟，今天于总开业，温四小姐这是带着于总的前任故意来砸场子的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今天早上孙红祖出了车祸，人没了。你猜出来是谁做的吗？你怀疑是我？我知道不是你，但外界都传啊，是因为温沁歪了脚，孙红祖害得他腿伤加重，你实在是气不过，才找人撞了孙红祖。这孙家知道也不敢招惹你，只能去长康公司大闹了一场。我还以为你说我想给温沁泼脏水。我还不了解你啊，你怎么会舍得你家心肝被冤枉呢？哎，我记得你跟梁真真有4年没见了。邀请函你给啊？我说怎么温沁跟你结婚了1年，反倒没跟你处感情，反而想除了你，你真狗！你少来吧，你回国打着给我过生日的幌子，不就是想追回梁真真吗？我只不过是帮你一把。你家祖宗又搞事儿了？还嘴贱吗？我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究竟怎么回事啊？我不认识他们，他们上来就打我。我哥哥和于总可是合伙人，你们敢这样对我？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打？说话呀！不是你们动的手，谁也别想碰。要真是你们动的手，别跟我在这演戏。我没说你。你刚刚说的什么？是谁说的？男人对送赶着上门的女人当然来者不拒，都是学设计的。于林生长得又帅又有钱，谁不想抱大佬的腿，亲大佬的嘴？何况还比他小5岁，估计没成年的时候就已经睡到一起去了。睡了几年没劲了，甩又甩不掉，干脆出轨让他自己提分手。你干脆把我和于林生那点事儿全说一遍了。我闺蜜有说错一句吗？我哥哥不是。闭嘴，滚出去！别以为你哥是我合伙人，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。你要再敢招惹梁真真，看我抽不抽死你！出去！三哥，有没有兴趣和我聊聊合作？好。不许去！顾先生，我跟谁谈合作，似乎不需要经过你的允许吧？走吧。谢谢三哥。四妹，我到现在都不理解，你当初为什么选老四不选我？因为他开价比你高。不过现在我有机会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南岭那个项目，我们顾家本来就有一个名额。原来顾家早就拥有了南岭5大内部名额之一，难怪他当时真是一只老狐狸。你也知道，顾晨林和我同父异母，顾晨林和我爸才是一家，我和我妈在邺城，背后是外公赵家。赵家有资源有人脉，碍于身份不便出面。于家和顾家联合，你们2家势必会抱团，所以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选一个你尊重的人。我想四妹一定不希望我和另外一家合作。那三哥这次的选择想好了吗？老规矩，我6你4。四妹说笑了，我6，你4。三哥比1年前更幽默了。四妹别生气，谈生意就好好谈嘛。5-5，我们谈生意。如果你坚持64，那我们就谈婚论嫁。你考虑一下。原来你打的是我的主意。
以后你和于林生可能要常见面。啊，南岭项目总共有5个名额，于家、顾家各占1个。在没有决定南岭项目花落谁家之前，于林生刚好开了一家设计公司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想个办法把于林生踢出局。我动于林生，你没问题。我求之不得呢。可于家暂时不好得罪，顾晨林倒是可以想想办法。你该不会是想干掉顾晨林吧？别动不动打打杀杀的，毕竟顾家又不止顾晨林这一个儿子。对哦，我怎么忘了？顾晨林还有3个拼命要拆他台的好哥哥呢。所以你刚刚是去跟顾晨文谈项目了？他提了2个条件：第一，5-5分；第二，我6他4，和他结婚。什么？他跟你求婚啦？那你会考虑他吗？谈生意就谈生意，个个上来都跟我谈婚论嫁的。这年头有几个婚姻是靠谱的？顾晨林唯一的作用就是让我坚定了一个原则：以后无论多大的买卖，谁都别想跟我谈婚论嫁，提再多的条件我都不会答应的。你可真够狠的，撞起孙红祖，司机保镖一个不留，今天又自己撞自己，怎么想栽赃我，让温沁以为是我做的？不这么狠，哪有你私下做事头头是道？戏真不真，全在温沁怎么看。你不会以为你死了，温沁会因为可怜你，跟你结婚，给你部分？那温沁跟你的信任又有几分呢？他心不心疼我不一定。遂宁山庄都能让他动了结婚的念头，南岭项目后期的利润是遂宁山庄的40-50倍。你猜，我拿南岭的项目和他提结婚，他会不会答应？南岭是我的，温沁也是我的，你不会以为我不知道找人当街砍我的人是你吗？你兄弟我命大，没被人当街弄死。看在兄弟情面上，我没跟你计较，但是你把心思都放在了温沁身上，不会还以为我会无动于衷吧？司小姐，医院有人得罪了四哥，暂时进不去了。今时不同往日啊，四哥现在连自家人说禁足就禁足了。我动顾成文，跟他是不是自家人无关，而且我和他都不承认我们是自家人，血缘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约束不大，更何况顾成文亲口跟我说是他找人撞了孙红祖，还好不是他。怎么，你不信？你们2个都是老狐狸，谁说的话都不能轻易信。我看未必，四妹真正在意的是顾成文给你画的大饼，你就这么想要南岭？你不想要？南岭我给你4成。老婆，你跟我复婚好不好？老婆，你就跟我复婚好不好？好你个大头鬼！什么？当初蹦跶着要跟你离婚的是他，现在又跟你复婚的也是他，顾晨林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该不会动摇了吧？不，谁说南岭策划案一定要跟别人合作才能拿下？我温沁偏偏不信。没错，南岭策划案我一定会好好做，到时候狠狠打顾晨林和于林生的脸。顾先生，我代表顾成文的身份去和温小姐谈判，条件
线开到28，他还是不同意和顾成文结婚。好，辛苦了。许少，你最近秘密跟着温沁，务必保证她的安全。是，四少。四妹，花收到了。四哥，你有钱没地方花，不如找一个寺庙捐个700-800万，到时候不光手有余香，连你的身上都会笼罩佛光。你别说，这倒是个好主意，我听你。顾晨林又想干嘛？他又怎么惹你了？你看新闻。顾晨林现身月老庙，豪掷600万修缮费，囚禁兄长，求婚救爱，豪掷610万铺平月老庙。610万，温庆的生日就是6月1号吧？我又磕到了，原地求一个复婚。我跟我老公可以离，但是顾文不能离。顾晨林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喜欢跟着我？四哥担心您最近可能不安全，叫我24小时待命。您让我干嘛我就干嘛，绝不打扰。那你别跟着顾晨林了，跟着我吧。四妹让你跟她，你就跟她呗。四妹，咱复婚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跟你复婚，我还不如考虑考虑你三哥。我跟他可不一样，哪里有区别？我拜的是月老，他拜的是财神。那有谁知道你在月老庙里求的又是跟哪个妹妹的姻缘呢？那如果说我求的是咱俩呢？你会求咱俩？那母猪都能上树了，没成一谈就算了。那我说实话，你信吗？想跟你复婚，不是因为生意，是因为我中意你。我已经上过你一次当，鬼才会相信你说的鬼话。这是受什么刺激了？喝这么多酒？不知道，自从见完温四小姐就这样了。原来是为情所伤。温四小姐出事了！说什么？说清楚！我们的人说，她在温家码头外听到打斗声，刚想出手，就见到钱随抱着浑身是血的温四小姐冲出码头，往医院方向去了。千防万防，还是出事了！谁是病人家属？他怎么样了？他失血过多，还在手术，我们一定会尽力抢救伤者的。告诉我，谁把他伤成这样的？谁？赵家买通温家的人动的手，而赵家之所以对四小姐下狠手，是因为赵家觉得顾三少是因为小姐才出的事。因为我，废物！老子花这么多钱请你当贴身保镖，连小姐都保护不了，滚！别让我再看到你。他没事我就走。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？除非今天我看见他没事走出来，否则今天谁也不能让我走，包括你。手术顺利，但麻药还没过，需要安心静养，留2个人照顾就够了。都走！告诉我爸，别再让我看见顾成文。
如果让我自己动手的话，他知道后果的。是。别生气了，动我的人是赵家，赵家以为顾成文是因为我才出的事儿，我只是演了一出重伤的戏码，这样既能揪出眼线，又不会伤及无辜，我这不是没事儿吗？再说了，还有随哥，主意是我出的，打他做什么？干爹做的没错，做戏要做全套。如果我不挨这一巴掌的话，就怕有些人不会信。你怎么敢笃定今晚的人是赵家的，不是顾晨灵？听说顾晨灵今天来医院了，我已经安排了人去顾成文的医院，我不靠第六感办事。心脏都是长偏的，可以偷偷怀疑一个人，但不能偷偷相信一个人。盲目的信任害死人呐。顾成文所在的医院起火了，他从火场被救出来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脸肿得跟猪头一样。爸，赵家动你又动温沁，你们反击是很正常的。赵家来寿州把顾成文接走了，我看这事儿啊，别再惹麻烦了。那我保证不了，我想好了，南岭项目我要给温家一份。温家给你开了什么条件？无所谓，只要能让赵家不舒服。有钱难买我高兴吗？有钱难买我高兴吗？我看你是想拿南岭的项目哄温沁开心，对不对？你也是没本事，娶到手的媳妇儿还能离？现在好了，人家受伤了，想去看看呢，连资格都没有。喜欢啊，就认认真真的去追呀。喂，你知不知道梁真真手机密码多少？好。喂，阿庆，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早知道你命这么大，我就不为你牵肠挂肚了。四哥偷梁真真电话来医院找我，有事吗？我说担心你，你信吗？当然信，多谢四哥记挂。说起来，顾家的兄弟要比温家还多呢，个个都挺有本事的。伯父如今应该是操碎了心吧？那还不是怪你，你要是不受伤，我就不会对顾成文下手。知道我受伤的人很多，怎么没有别人对顾成文下手？因为我中意你，不明显吗？四哥，没人告诉你不喜欢无所谓，装作喜欢浪费别人的时间有罪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说的不是真的？我不中意你。不中意就好，不是我试探你，只是我太招人喜欢了。万一你嘴上说讨厌，心里偷偷暗恋我，那以后再怎么合作？顾晨灵，你怎么打人呢？老规矩，南岭40%给你，但是我要1成长康公司的股份。顾晨灵，你怎么还坐地起价呢？那你想要多少？南陵40%，不结婚。怎么，不同意啊？那我就去找其他人吧。谁说我不同意了？南岭40%，不结婚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四妹，
你刚出院就喝这么多酒，你身体吃得消吗？敢不敢来坦白局？好。为什么喜欢绿色？绿色，护眼。那你初恋是许峥莹吗？不是。那是谁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还没出故事，就出了些事故。原来顾家四少也有暗恋的人，重点是你还被别人截胡了。说真的，那你为什么要跟我合作南岭？那不是怕你拿不到项目报复我吗？你就没有别的想法？想法？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家。那我今晚可以去你家吗？我能去你那儿吗？我不喜欢小白脸儿。灯一关，肤色不重要。我也不喜欢你这个绿色的衬衫，走。脱衣服了。你干什么呀？哎呦，跟耍猴似的。丢死人了，快走！老婆，能不能送我回家？好啊。说送我回家，自己又睡着了。为什么要找我合作南岭？我要听实话。说了你也不信。说什么？我中意你。你要我相信一个差点在公众场合脱衣服的人说的话？其实我的初恋是你，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喜欢你了。那会儿我在学校，我看见你穿那身白裙子，我跟你打招呼，结果你没理我，还白了我一眼。我什么时候见过你啊？顾晨林又把我当成谁了？要是不信，下次别问。四少，明天去邺城交南岭的策划书，四小姐也是明天出发。好。四妹，酒店我安排好了，要不要一起住？不用了，三哥已经把地方准备好了。你三哥温兆安？你以为你三哥顾成文？四哥手段还真是高明啊！医院那么大的一场火都没有把他烧死。别给我立兄弟人设，是他自己命硬。如果有一天我也动了四哥的蛋糕，你会不会也找人把我一把火烧成骨灰啊？这几年你不止动我蛋糕，还抢我蛋挞，有时候连鸡蛋都没给我留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说我狼心狗肺、白眼狼、狗急跳墙。不是，男人，你别看他说什么，你要看他做什么呀。在南岭你是大老板，反正计划书交上去左右要等，要不要放松一下？光打球都没意思啊，不如加点赌注。好啊，赌什么？一局定胜负。那惩罚呢？输的一方全员喊对方叫哥哥姐姐，四妹不能叫四哥，要叫陈林哥哥，梁总监也要让。
要叫林生哥哥，一直叫到回苑州为止。来吧，陈琳弟弟。我记得2年前四妹还是个台球小白，怎么就？2年前我输过你一次，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。后来我特地找了国际桌球大师教我打桌球，所以你为了赢我，你就能赢你，不管花多长时间、多少钱，都值。我赢了。愿赌服输。陈琳弟弟，我赢了，叫人吧。温沁姐姐，梁姐姐，姐姐在。那既然我都叫姐姐了，那能不能陪我在泳池边上走走？发烧了。白天打完球非要约我去游泳，还假装腿抽筋溺水，让我下去救你。顾晨流，顾晨流！你下来干嘛？我就是下来看看你死没死。没事，闹着玩呢。好，那你好好玩。你是不是忘了，是谁一脚把我踹下去的？好啊，那你慢慢玩吧，多玩会儿。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，您嘞。自作孽不可活。我在泳池里泡了大半夜，回来怎么你生病了？滚！四小姐，四哥让我送过来的。这不是金鹤的粥吗？这不是在邺城吗？怎么会有金鹤呢？喂，方婶儿，金鹤粥铺是在邺城开分店了吗？没有呀，你知道的，我和你坤叔离不开这里，他也不轻易收徒，哪有什么分店？那这粥是谁做的？啊，想起来了，顾靓仔，他算唯一一个关门弟子。怎么会是他？记得你们结婚那会儿，顾靓仔过来找你坤叔，说要给自己老婆熬粥。你知道的，他不是不收徒，是收徒有门槛，只收对自己老婆好的。那小半年里，顾靓仔天天到店里，你坤叔才答应。这粥竟然真是他做的，为了我，求了别人半年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顾晨琳吗？文倩，你清醒清醒，说不定这就是顾晨琳给你下的迷魂汤呢，指不定他口中的老婆又是哪个藏在金屋的好妹妹。你进局子了？怎么回事？说说吧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都怪他！要不是你这个变态跟着我，我昨晚能打你吗？谁是变态？
要不是我，你早就出事了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我走夜路的时候，总感觉有人在跟着我。我知道这事儿你在海城跟我说过。昨晚我还以为是哪个跟踪狂从海城跟到了邺城。是哪个跟踪狂从海城跟到了邺城？你个死变态！你个死变态！让你天天跟着我，还敢敲我的门，打死你！等一下，梁真真，你看清楚我是谁！于林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下手真狠！哎呦我去！哎，别跑！跑啊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！想跑？要不是我昨晚及时出现，那变态早跑了。你看你，这打得我鼻血都出来了。你跟那个跟踪狂一样，也跟踪我好多天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某人这是闷骚，想跟前女友复合却不肯直说，只能每天晚上偷偷跟着她，保护她？这要比起闷骚来啊，哎，陈玲，我还真不如你。那比如说呢？四小姐，南岭交上去的策划案出问题了。哟，如果没记错，那是蒂安董事长的女儿吧？是她吗？我记得之前不常这样。哎呀，整容了呗。所以我听说顾四少的初恋叫什么？桃木哥。所以他是照着桃木哥的模样整了？哎呀，估计是吧。原来那天晚上，他们说的初恋是咱们高中时候的校花桃木哥啊。我怎么觉得他的脸既像桃木哥，又像温四小姐啊？桃木哥是个什么货色，也配和我家四妹相比？顾总，我们也是瞎说的，我们也是瞎说的。温总，那个桃木哥怎么能跟您的容貌相比呢？半点都不一样，半点不一样。没办法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的前夫一直很受欢迎，总有人造谣我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喜欢的人一直是你。怎么不敢面对你的爱慕者？毕竟是他告我们抄袭他的策划案，南岭项目才出问题。敢啊？怎么不敢？毕竟欠了债要还，不然惹四妹不高兴了怎么办？我个人很喜欢顾总和温总的设计，但是二位的设计和蒂安产业的设计相似度是80%，80%的相似度，还真是巧得很。你说对吧，温总？你连你自己出厂的长相都看不上，连脸都要抄袭别人，抄了又死不认账，怎么？抄是你的本性，死鸭子嘴硬是你的保护色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？阮大小姐好大的威风！据我所知，堂堂蒂安集团董事长千金，之前在国外学设计的时候，包模子、养小奶狗，玩得够野。花天酒地，你是样样都行，设计专业样样都不行。这是我带团队做的，不行吗？于林深，你打着讲理的旗号欺负女人，你算个男人吗？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抄袭我费尽心血的策划案，但按照你刚才的逻辑，我是女人，我能直接骂你。温四小姐，我知道你厉害，你要是想窃取我们团队的策划方案，我指定是争不过你。我更做不到像你一样，利益到手了就放弃，有了利益就上赶着贴着顾总。你之所以如此霸道，不过是和顾总的初恋桃木哥长得像罢了。靠着这张脸赚得盆满钵满的，有什么可骄傲的？
到头来只不过是个替代品。郑会长，今天这戏演给我看的，那看来是我想多了。我以为你在跟我争男领，没想到在跟我比谁的命更长。那个顾先生，这件事啊，跟我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对，没关系。我们今天来是解决抄袭的事儿，搞清楚谁抄袭谁就行了。但是你说桃木哥是我初恋，我本人怎么不知道？要不你把他找来，咱当面对质。你要是找不到，我帮你找。不过我今天必须要弄清楚，是谁说温庆靠着脸赚得盆满钵满，愿意当别人的替代品？要是今天说不清楚，别说南岭，我保证从这一刻起，你什么都做不成。睢宁山庄，是我想分一杯羹，也是我主动找的他。至于结婚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能跟年少时暗恋的对象结婚，不是他赚得盆满钵满，是我赚得盆满钵满。我的初恋是温沁，不是什么桃木哥。我本人的回应，你可还满意？顾少，您说笑了，我怎么敢麻烦您回应这种谣言呢？之前是我误听了外面那些人的流言蜚语，刚才我情绪有点失控，是我的错，我给二位道歉。我不接受，你想说什么就说，想认错就认，什么都让你干了，你让我干什么呀？从今天起，温家不会再有任何项目和尤家合作。郑会长，3天内我会查清楚抄袭的事情，也会重新定一份策划案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就先失陪了。郑会长，刚才顾晨林当众威胁我，您不能不管呐！你同时得罪了顾家和温家，谁也帮不了你。我已经跟明州打过招呼了，以后顾于两家和温家一样，都不做地安的生意。四哥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，你可真是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四妹真生气了，一个跳梁小丑犯不上。不过四哥反应真快，临时编了一段故事，不然我都要以事故收场了。如果我说那故事不是编的呢？四妹不信啊？当然信。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喜欢你了。来吧，开始你的表演。你还记得你高1的时候运动会得了5块金牌吗？明明是4块。你赢的5项比赛，只是当时有个听力障碍的女生，学校把最后块金牌送给她了。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5金得主。难道当年赛后夹在我课本里的陈金女皇牌，难道是你送的？那枚金牌你还留着？我早都丢了，你想要，我找人再给你做10块。金牌在不在无所谓，关键是你还记得。没事没事没事啊，没事。四妹不用费力去保持理智了。其实像金牌这样的小秘密我还有很多，今天随便拿一个出来，只想告诉你，与其信别人，你更应该相信我。四哥说笑了，比起外人，我当然更信我的合作伙伴。学长，啊，学妹，这么巧啊！学长，
大半个月没见，你见了我怎么跑得比兔子还要快？我因为你差点让全村吃席，我能不跑吗？不了，我妈喊我回去吃饭。这可由不得你。哎！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？学妹，之前是你口口声声说你和顾晨林之间只有利益没有感情的，对吧？是。可是你还让我打着追你的旗号谈生意，当时我就说顾晨林是真的喜欢你，他吃我的醋我可吃不消，结果还真让我说中。顾晨林搞你，是因为我先搞了许峥垠。你有亲口告诉许峥垠，再也不去见顾晨林了吗？我有这么无聊吗？顾晨林就是这么警告我的。你们男人之间单凭威胁就断定顾晨林喜欢我的，我更倾向于，我更会相信你收了顾晨林的钱，他希望通过你的嘴告诉我他喜欢我。学妹，我发誓，我从来没有收过顾晨林的钱。不过我有一个小道消息，前几天尤佳喝多了说了一句，南岭你和顾晨林谁都拿不到，所以我猜南岭的项目出了问题。这又是你哪个女朋友说的？女人就是我的人脉。当时聚会上还有人提到了桃木哥。你没上高中的时候，桃木哥当了2年的校花。桃木哥喜欢顾晨林是需要勇气的，尤其是顾晨林当时还喜欢你。顾晨林上学的时候喜欢过我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学妹，你先别说这个，当时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乌龟？是有过，怎么了？我最近莫名喜欢乌龟，其实也不是乌龟，就是喜欢绿色的东西。我也发现了，你最近不是买绿鞋、绿手链，就你家的乌龟，没有100也有80了吧？我要是给你买顶绿帽子，你敢不敢戴？那有什么不敢戴的？又不是别人给我戴。谁舍得给你戴绿帽子啊？追都追不上。哎，我们去那边。嘿，你好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仓库里的我全要了。好。哎，你受什么刺激了？温庆喜欢的我也要有。去吧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顾晨林开始喜欢乌龟，喜欢绿色，这事儿全校都知道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也不喜欢乌龟啊，我只是喜欢绿色。行，既然学妹不喜欢这个话题，咱们就先不聊，吃吧。还得是学长人脉广，你随便一娱乐就能知道尤佳说了什么。那要是认真起来，说不定我的问题就能立马解决。哎，千万别！我可不想让顾晨林知道我不仅跟你见面，还跟你谈生意。我真怕我有命来没命回。你说顾晨林喜欢我，我会找机会探真假的。但是我现在确实需要一个帮手，帮我查一个人。谁？尤佳。帮我查一下，他这段时间到底在计划什么阴谋。这个忙我可以帮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不是一直都不相信顾晨林早就喜欢你吗？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们今天就看看他到底喜不喜欢你。其实顾晨林的人早就来了，从我出现在你身边的那一刻起，顾晨林就已经知道了。他如果不喜欢你的话，他何必大费周章，时刻安排人来保护你？你不信啊？不信的话，你就坐在这里等，1个小时之内，如果顾晨林不出现，这单算我白送你。在干什么？居然听贾时言的话，在这里等顾晨林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顾晨林开始喜欢乌龟，喜欢绿色，这事全校都知道。没办法，这机器有问题吧？要不我来试试？
切，你来干什么？因为你在这儿啊。第一次见到把监视说的这么清新脱俗的。这是邺城特殊时期，我们现在属于相互保护。看不起谁呢？我自己也能抓，赌一个。好啊，那就每人10次机会，看谁抓得多。我赢的话叫我师傅。好啊，那如果我赢了，我到时候要送你个慰问奖，你一定要收下。好啊。你就非得要兔子吗？我无所谓啊，那要不然你自己选一个你喜欢的。这么多娃娃机，为什么顾晨林偏偏选择乌龟？我就说兔子克我吧，还是绿色忘我。以后别揍贾时言了。怎么？他向你告状了？还想追你？没有，他只是求我放过他。以退为进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要找他色诱尤家套尤家的话呢？你也承认贾时言有色？你就说想不想我赢吧？怕输你就直说。你不好奇我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如果你现在原地变成王八的话，我可能会感兴趣。那我猜你会把我拿回家里养。每天不爬1万米，不给饭吃。干嘛？羡慕我？今晚于林生办生日宴，知道你也在邺城，晚上请你一起去。好啊。司小姐，如今顾家有一把矛头指向帝安。听说尤家他找人想见顾先生，中间传话的都被顾先生给损了。顾先生故意针对帝安，收拾尤家的劲头比我们还高。你觉得顾晨林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？他葫芦藏在哪儿我都不知道，可能装的是糖吧。我知道，顾晨林就像毒蘑菇，外表好看，吃一口要命。帮我查查。谁？桃木哥。顾晨林，你有没有骗我？我很快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？才短短2天，贾时言就拿到了尤家亲口承认抄袭的录音和视频。贾时言是有点本事的。听说贾大公子可是用的科尼赛克去撞的尤家的车，才制造的偶遇啊！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那辆车是他爸送给他的生日礼物，可见四哥给学长开价很高啊。反正录音我已经发给郑海龙了，接下来我们等消息就好了。只不过赵家不会那么轻易让我们拿到南岭的项目。之前的抄袭事故只是一个开胃菜。按照赵家的风格，他一定会拿你和温家做文章。到时候你会不会为了温家放弃南岭的项目？从小到大，向来都是我恐吓别人。南岭这艘船我上了，半路绝对不会有下船的可能。四哥这是担心被我连累。反正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成了，我们一起来邺城；不成，我们一起回明州。顾晨林，我到底该不该信你？初恋，绿色，你难道真的喜欢我？你看热搜了吗？怎么了？尤家破产了，帝安董事长尤天喜跳楼，尤家发疯了。不过现在尤天喜和尤家都被救了，现在全网都在说尤家破产，逼尤家父女的是你。毕竟顾晨林是因为你才公然宣布和尤家断绝一切合作，尤家的那些合作伙伴为不得罪你的前夫，才纷纷开始效仿。我看这事儿啊，没那么简单。于林生刚跟我说，这次其实是赵家在背后推波助澜的。你什么时候又跟于林生搞在一起了？我们就是互通情报，他也是看在你前夫的面子上才跟我说这些的。哦，那现在怎么办嘛？赵家在背后搞鬼，
无非就是想让我跟顾晨林拆伙，才把这件事情发到网上，想要利用舆论压力，让我主动跟顾晨林拆伙。那个顾大头不会因为风评不好临阵脱逃吧？不会，他如果就因为这么点舆论就临阵脱逃，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顾晨林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赵家下一步动作就是会利用舆论压力造谣我跟顾晨林不和。所以呢，我得先找到顾晨林，让媒体拍到我们在亲密无间的约会，这样谣言就不攻自破了。四妹，四哥，方便吗？有没有空一起向媒体演一场戏？给我安排一名记者，找个好角度拍我和顾晨林。这一次，我要主动上热搜。桃木哥已经结婚了，去年圣诞节不就是当初顾晨林恰好消失，去海上看选美派对的时候吗？明明为了初恋伤心，才跑到海上醉生梦死，间接害得我成为整个越州的笑话。四哥，久等了。四妹，要不我们上车聊？好啊。看来四哥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现在是在比谁的演技好吗？赵家想演戏，那就演给他们看。毕竟当演员的机会可不是天天都有的，要演就好好演。既然都是演戏，凭什么总是顾晨林占上风？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戏演完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和你一样，今晚不过都是戏。他这是怎么了？都是戏，别在意。大小姐，顾先生和您上热搜了。热搜终于上了，不过结果和我们预料的不一样。热搜上说您私下缠着顾晨林，服软求和，用尽手段，顾晨林才答应带你来邺城。你出事也是顾晨林在背后一路保你平安。如果我是男人，这样莫须有的造谣还会有吗？就因为我是女人，长了一张相对好看的脸，无论有多少实力，有多少努力，在有些人心里，女人成事还是要靠男人。想要搬走人心的成见不简单。顾先生他……你放心，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记恨顾晨林。赵家现在这样凭空捏造，就说明他们已经无计可施了。那我跟顾晨林见面还是有用的。要是您豁得出去的话，我给您拍一段委屈崩溃、梨花带雨的视频放在网上，风评一定会转向您这边。滚！得。放屁！我们哪里长得像？连大名都不敢打出来，就敢凭空造谣。温倩，怎么发这么大的火？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我能吃什么醋？再说了，顾晨林又没有说过喜欢我，即使说了，那也是为了南陵向我演戏。而且赵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多细节，这个热搜一定是尤家干。你看热搜了吗？算顾大头是个男人。顾晨林又怎么了？你看，顾家名下所有公司的头像都换成了兔子和乌龟，还都在发同一句话。
没利诱，我打不过他；没利诱，他不差钱；没替身，没有人能像他。我的初恋一直都是他，一直都是我追他。还有，绿色乌龟也是因为他喜欢。他这是又在做戏给谁看？究竟想干嘛？我知道他肯定误会了去年圣诞节，我是因为桃木哥才消失的。我知道你不会相信，但我真的好中意你。啊！他这一定是联合赵家报复我。他怎么好意思当众说出口的？难道这就是演员的自我修养？一句话里有几个字是真的？那万一他说的都是真的呢？笑话！我干嘛要在乎真假？不信就万事大吉了。行，生哥心意我领了，但还是别搞太大，因为他确实很难哄。那先这样。你电话都快忙死了，我根本就打不进来。我看你就是对温沁余情未了，你还跟我装得跟真事儿似的。我现在怀疑你就是故意。我故意什么了？我怀疑你故意拍视频上热搜，刺激赵家，好让他们心甘情愿的给你当垫脚石。我看你想要的根本就不是南陵，你想要的是温沁吗？那你想多了。南陵我要，温沁我也要，毕竟温沁喜欢南陵。你快点收敛点，别把浪溅我身上，我嫌脏。别着急啊，到时候我在温沁面前替你给梁真真说说好话。我用得着你啊？那就各凭本事呗。热搜都已经3个小时了，顾晨林居然连一通解释的电话都没有，该不会真的是给赵家演戏看的吧？你手欠啊？拿什么拿？有什么好拿的？顾晨林，我再给你最后10秒。喂，四妹，好久不见。顾二哥。四妹，我这里会有你感兴趣的小秘密，有时间听吗？地址。四哥。四妹。别说话，听着就好。二哥，四妹，好多人都说我跟老四声音像，你怎么一下子就听出来了？好多人说二哥和三哥顾成文是双胞胎，但长得也不像呢。四妹，这1年多以来，我一直想跟你当面道歉。老三去明州之前，我还跟他说过，想谈生意就好好谈。可惜他不听。老三说老四用花言巧语，用婚姻哄你，东西一到手就跟你离婚。二哥今天约我出来，是想说热搜上的东西是假的。那四妹觉得是真的吗？老四打小就会哄人，这是老四最让我羡慕的。只要是他想要的，他有足够耐心和毅力，哄到你心甘情愿给他为止。二哥觉得老四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这是一些你会感兴趣的小秘密。老四在私下里一直在调查你们家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做生意就做生意，谈生意就好好谈，勾心斗角也可以，但不要拿感情，尤其是拿婚姻去骗人。我父母就是婚姻不幸的切实例子。伤人伤己不说，万一有了孩子，以后会伤及无辜。解释一下。等我，我马上到。没想到四妹这么信任老四。看来二哥这些年一直很听妈妈的话，已经忘了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这个道理。难道顾成文没有告诉你，我最讨厌的就是自以为是的聪明人吗？四妹这么信任老四，难道就不是自以为是？看来你不仅自以为是，还没有自知之明。你不会认为你跟顾晨林比起来，我会更信任你吧？哎呦，话说早了，万一顾晨林接下来顺杆往上爬怎么办？
四弟这么快过来，是担心四妹在我这儿有什么闪失？你没听见他让我解释一下吗？你们真的在谈恋爱吗？复婚也不请你，你跟着着什么急？我着急你解释不清，复婚礼物我都挑好了，你别让我送不出去啊！不耽误你们兄弟叙旧了。我等下跟你解释。怪不得老三玩不过你，他的戏跟你比起来可差多了。热搜没用，开始耍阴招了。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妈是信任你，才把离间我和温馨的事交给你们办？顾成文命大，但我听说他的伤势正在好转，你妈开心的不得了，开心到根本顾不到你。毕竟你妈眼里从来只有你弟弟。看来你真的很喜欢温情，你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说真心话，现在怎么敢把自己的软肋拆到台面上？温情的确不是软肋，她只是普普通通被我放在心里10几年的人。你们拿温情做文章上热搜，她不痛不痒，但是我心疼。以前碍于你爸的面子，我不想闹得太僵。毕竟你们一家3口都不要脸，我们一家4口还要脸。但是现在，你磨光了我对你们的耐心。你威胁我，坐下。二哥，你知道我这个人斯文装的，有礼貌，但不多。谁要是拆我的台，我让他没戏唱。现在你妈应该收到之前顾成文撞死孙红祖的证据。赵家如果必须要送一个人去坐牢的话，我很期待这个人是你。走，去找阿庆。阿庆，我的确找人调查过温家。这东西是真的，只不过这里只是冰山一角。我不仅调查过温家，我还调查过温家的每一个人。我之所以调查你家是有原因的。那你说来听听。当年伯母出车祸的前20分钟，见了最后一个人，就是温布慎妈妈周真。你让周真一命抵一命，听说当时温长康连刀都掏出来了，是温布慎挡在他面前，要拿命保他妈。我喜欢你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爸是温长康。我养父温长康是你爸？嗯。那我们岂不是名义上的兄妹？这是什么神仙缘分？我人生中第一次告白对象竟然是我哥！那个，我之所以告诉你，就是想问问你的意见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那我们就在一起吧。我也喜欢你。不是我选择你，是你选择我。嗯。当初你的初恋是温布慎，伤你最深的人也是温布慎。你个毒妇！辛杰出了什么事？我怎么向九泉之下的长青兄弟交代？辛杰出车祸是不是你安排的？不是我。爸，你误会妈了，不是他。滚开！我早就派人查到，是你派人割了人家刹车片，才导致的车祸，害辛杰成了个植物人。为什么？你不高兴，我们可以走。我们明明已经准备要走了，温不慎，你让开！我不能让，这毕竟是我妈。难道我妈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你妈又没死，现在你让我妈死，你觉得公平吗？公平？
好一个公平！温不慎，我们分手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可能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不是从回国后才开始调查温家，手机里的资料最早在8年前。你说我为什么要在伯母出事后去查温家每一个人？我为什么一听到消息，连夜坐10几个小时飞机回明州？为什么连你都忘了自己喜欢过绿色，我还在坚持？你不要以为你说的这几句不痛不痒的话，做几件感动自己的事情，就能掩盖你长期私下调查温家的事实。我不需要你感动，我只是让你知道，暗恋那段已经过去了。不喜欢我才好，我还不喜欢你呢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光明正大的喜欢你。从今以后，谁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，我就说有；问我喜欢谁，我就说是温沁。差不多行了，再演就过了。没想到演得这么好，还是被你发现了。顾晨凌，你我查温家查了8年，这件事，看你要不要替我保密。你要是回家一说，估计轻则我这个前任女婿名声不保，重则人身安全也会受到侵害。我知道你肯定不喜欢我，也很想除之而后快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个人建议先看赵家的戏，看完你再收手。我搬到了你房间旁边，想算账随时叫我。你先好好休息。顾成文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对外说是心脏病突发衰竭。是不是有人传谣，说顾晨凌逼死了顾成文？妈，我不希望所有人都来信我，相信我的，肯定会第一时间来找我。这么晚，你跟谁在一起啊？当然是你的儿媳妇，温沁。你还笑得出来？你知道了。如果我没记错，顾成文不是已经脱离危险期了吗？怎么又会突然心脏衰竭呢？他不是心脏衰竭，是窒息。凶手？那就得问跟我手足情深的二哥顾成章。凶手是你二哥？二哥在他妈妈做选择之前，就选择害死顾成文。那这事儿，顾伯父知道吗？我爸今天凌晨3点才飞到国外，先让他好好休息吧，晚点再说。你心疼顾伯父，别人未必这么想。你小心顾成章把状告到你前面。哎，放心，顾成章只会按部就班的做好一切，等着我爸去找他。顾成章会装小白脸，你更是从小沐浴着铁观音长大的，你还查不过他？怎么，担心我？我不在乎赵家是不是把我当眼中钉，反正我已经盯上他们了。我只是不想再树敌，让你爸妈以为你为我逼死顾成文。我喜欢你，连顾成文他妈都知道，你觉得我爸妈会看不出来吗？顾成文找人当街砍我，我让我爸替我去管教他。顾成章拆我台，我让他妈妈在他们兄弟之间做选择，我又没让他们去死，这结局他们自己选的。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今天找你来，不是要跟你聊顾成文的。那你是？赵家现在损兵折将，自顾不暇，已经没有能力跟我们争南岭项目了，所以他们会主动退出。到时候南岭就是我们的，
我提议我们重新分一分，南岭我只要2成，长康我不能给你。为什么呀？我怕你算计我。你是怕我算计你呢，还是怕我喜欢你？亲兄弟都要明算账呢，更何况我们这种为利而合的。我不想被人戳脊梁骨，说我占你便宜。长康那1成我不要了，就当做给伯父赔罪了。原定南岭4成还是你的，四妹，你就高抬贵手。我查温家的事儿，你就先替我保密。我是你什么人？值得我相信的人。南岭给我4成，你跟于林生分6成。你们俩什么时候改行做慈善了？不是，于林生还是4成。毕竟心上人跟好兄弟都很重要，我可不想挂上重色轻友的名头。拆伙的事儿你就别想了，就算你现在1分钱不拿退出，想编排你的人也不会从戳你的脊梁骨变成给你竖起大拇指，再夸你一声清风傲骨。至于我爸妈那边，他们确实对你的颜值和能力都给予了双重的肯定，但更不会误会我会为了你而害顾成文。毕竟在他们眼里，我还不至于做出这么愚蠢的选择。我们家除了钱太多之外，最称许的就是信任了。对了，还没来得及感谢你过来看我。用不着客气，你家里出了事，我来看你也是应该的。过几天郑海龙会澄清抄袭的事情，我来应酬，你回越州去办你3哥的7日祭。谢谢四妹了。四哥，我真的能够再信你一回吗？当然。查一下8年前顾晨林在哪儿，有没有回国记录。他这张嘴有多会忽悠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谁知道他当初到底是不是那个意思？可是我8年前都不记得他为什么要查温家呀？8年前，顾晨林一直在曼哈顿，我查了他的行程，只有1次回国记录，到达越州的时间是7月6号凌晨。7月5日是我妈妈出车祸，他知道我出事后真的回来过。爸，顾晨林对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下手都这么狠，整了这么久，赵家丢了南岭，又失去了一个儿子，顾耀贤肯定力保顾晨林。顾晨林和你一拆伙，到时候赵家要算账，被推出来的还是你。顾家如果现在跟我们拆伙，就等于把队友往外推。顾晨林不会做这么蠢的事。你相信他？您今天来是不是想问热搜上顾晨林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哼，你没来邺城之前完全不信他，现在顾城门人都不在了，你还愿意走一步看一步？你都已经有答案了，还要问我？但我不做决定，您说该怎么办？跟顾晨林谈生意可以，谈恋爱绝对不行。行，南岭项目结束之后，我马上回越州。记住，绝对不可以相信他。程文已经入土为安了，他的事儿我知道不是你做的，但你趟这趟浑水，为了温清，有人动我妈，你也不会什么都不做吧？温清受委屈了，我凭什么不能管？她现在已经不是你老婆了，她现在的身份是你的前妻。前妻也是妻。你知不知道温清一大早给我打电话，说南岭他不要了。这小子果然是为了温沁在跟我发火。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，但他在乎你跟我妈怎么想他。我对你很失望。我也没说什么，就算有什么，我和你妈都觉得是你太主动了，太爱较劲了，跟他没关系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下午还要去邺城去参加澄清大会，我先走了。真是有了媳妇儿忘了他爸呀！最后，我宣布，温沁抄袭的事儿，纯属子虚乌有。好，散会。阿沁，现在南岭是我们的了。为了庆祝，我们回越州去 Miss You 喝一杯。顾晨林说的是阿沁，不是四妹。
温沁居然没发飙，真是见了鬼了。我和阿庆去趟洗手间。老实交代，你和顾晨灵什么时候到了可以叫你阿庆的关系了？顾晨灵到底想干什么？他还没眼高。他说暗恋我。你信吗？他还说暗恋了我整整10多年。我外婆拆的旧毛衣都没他能扯，所以我倒也要看一看他能扯出来个什么东西了。我就是好奇啊，他既然喜欢你，他为什么不追你？那会儿你和温不慎，我不是故意要提他的。没什么，一个人名而已。不过顾晨灵说他以后不打算玩暗恋了，他打算光明正大的，你们心里有点准备。走吧。干杯！辛苦了这么久的项目，终于是把南里项目搞到手了，我们一起喝一杯吧。顾晨灵，你要是个人，就对阿庆好点儿。你知不知道他跟你结婚又离婚，顶着多大的压力？你们这边只是压力，你知不知道离婚对于顾晨灵来说是天塌了？他根本就不喜欢阿庆，真的喜欢一个人，怎么舍得让他难过呢？他上学时傻不拉几的，偷偷喜欢温沁，留意他的所有喜好。有人在背后说温沁不好，他上课就跑到对方班上去找茬。我倒是想看看，今晚顾晨灵他到底想干什么。顾成文叫人砍他，他眉头都没皱过。顾成文叫人动温沁，他呀，差点把整个顾家都掀了。你告诉我，那算不算喜欢？顾晨灵和阿庆结婚，婚是顾晨灵自己求的吧？当初他追阿庆的时候，亲口跟我说他有多喜欢阿庆。后来呢？是谁故意整了对双胞胎气人？又是谁跟谁合起伙来，同一时间跟我和阿庆一起说中意我们？你们是好兄弟，兄弟就是互相给对方打掩护，有多少是真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说喜欢你，还得看顾晨灵的行程和心情。原来我在你心里已经落到这样的境地了。接下来，他们需要单独聊一聊。今晚顾晨灵到底想干什么？其实那个张家姐妹，都是我故意找来气你的。我没想到离婚那天，张18会去民政局找茬。不用解释了，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。今天如果不是梁真真提，我都忘了。你跟我离婚，单纯因为蔡元义是我们顾家的人。大家都没当真，离了是众望所归，没离才是离经叛道吧？我从来都是真的。有些事情点到即止就够了。对了，那次我1个礼拜不回家，你也没找过我，也没问过我去哪儿。我回来了也不给我打个电话。你在外面天天夜夜笙歌，又不是枪林弹雨的，我得多没有眼力劲儿，非要在那种其乐融融的场合去找你，让你想起来自己还是一个已婚人士。哪怕你有0点几分的不满，那也是我的过错吗？别，这架他们必须得吵。你找过我？不是。你找过我？你是不是真的找过我？但那个温不慎呢？你还喜欢他吗？我不喜欢他，但我也不会喜欢你。
你不喜欢他。9月26号，你突然去了海城，你见了温布慎，你和温布慎在淮海路盛天酒店同一家、同一层、同一间房做了什么？福伯，您还记得我们哪天在海城见的面，在哪里见的面吗？9月26那天我阳历生日，你还大老远从明州给我带的陈记糕点，我们在盛天酒店见的面。怎么了？看我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临时抽查，恭喜你通过测试。电话里的人叫童福，你不认识就回家问你爸。那天你去了海城，我也去了。我看见你从酒店出来了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说你在开会。童福临时叫我去的海城，而且聊的都是不能对外的东西，我嫌麻烦。那你前手上了车，我就看见温布慎出来了，我找人查了，你跟他在同一间房，而且开房人也是他。所以你以为我婚内出轨跟温布慎开房了？是。你吃醋了，跑到海上去开 party， 想看看我会不会在乎你。是。所以你觉得我满心都是温布慎，就想着当不了我的心头好，你就我就当你的心头刺，可我偏要送你一头绿狮子，气死你，让你记住我一辈子。幼稚。我是怕你真的不理我了，跟我一刀两断。其实从认识你到现在也这么多年了，那天我看见你在木棉树下跟温布胜表白，我一气之下就出了国，再回来就是你妈妈出事了。那你当时就没有想过算了吧？有啊，其实我每天都在想，算了。其实我也不是非要喜欢你，只是在喜欢你和不喜欢之间，后者更让我不适。做人嘛，只想让自己开心点儿。你喜不喜欢我关我什么事啊？确实不关你的事。我向你坦诚，因为我很想知道我喜欢的人心里面还有没有别人。难得我今天心情好，我每天都在想和你离婚后的每一个吻。你过来。干嘛？想打我啊？你不是想跟我谈恋爱吗？你喜欢我什么？我喜欢你有钱有势有颜有能力。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去了。可你能找到满足这些条件下还能找到比你脾气更差的，我就放过你。又来这招。好了，不闹了，开玩笑的。全世界我最喜欢你了，你脾气最好了。那我们能不能……珍珍，要不咱们也顺便喝个好吧？再不行啊，咱们结拜为异性父女，我当你爹，这样也能在一起。于林生，我今天不把你屎打出来，我就不叫梁真真。打出屎来了。